总公司呢想从前端提拔人才，我推荐了你。我啊，老大，升职得去深圳，我天呐，我拖家带口的，想动一下可没那么简单。我知道没那么简单，所以得提前规划呀。你们高平不是今年马上就博士毕业了吗？正好啊，先去广东那边找工作。他还是想留院继续搞科研，而且现在希望还挺大的。你不能什么事儿都先替他考虑呀，你也得想想你自己。我就算不考虑高平吧，我家里还有2个妹妹，3个老人，这些都得考虑吧。哎呀，你们家不是离了你就转不了了吧？1层到了，还真是。小钱，你再考虑考虑啊。35岁可是女性的职场天花板，这个时候要是还不升职，那以后可就没机会了。禁止职场性别歧视啊！我说的有错吗？没错没错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那我可提醒你啊，这么好的机会，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。知道了，老大，明天见，老大。大家不都说嘛，说那个结婚跟谈恋爱是2码事儿。那我哪知道邓海洋变得也太快了吧？这结了婚之后，哎，他又觉得他那些朋友比我重要，我说什么根本听不进去。一下班就跟他们喝酒、撸串、KTV，有时候找他都找不着，在家也是躺着，不是躺沙发就是躺屋里玩手机，根本没有任何交流。还有他那个妈，你也是知道的，胡搅蛮缠，蛮不讲理，100个看我不顺眼。每次他妈跟我吵的时候吧，邓海洋没声了，一句话也没有，天天就知道在那儿和稀泥。这日子过的，我真的觉得我过不下去了。我一生下来就被扔到乡下了嘛，那时候我就觉得这日子过得太孤独了，没有人跟我说话，我就想着爸妈赶紧来接我吧。可是我想错了。后来遇见邓海洋，我就想，他对我挺好的，我想好好跟他过日子。有个人能把你捧在手心里，对你好，多好啊！但我又想错了。所以，我真的姐，我觉得幸福感、安全感根本就不是别人给你的，我只能给我自己。呀，大姐在啊，大姐来好。哎，你帮我跟那个他们说一下，这老是说离婚，不要一直说这样的话，很幼稚，知道吗？就你这表现，不离婚等着干嘛呀？你要知道，我身边所有的兄弟全部都没离婚。那如果我一个人离婚了，我很没有面子，你知道吗？很没面子。
你这婚是接给别人看的？没给别人看啊。但主要今天是我最好的兄弟，生日，他老婆在，然后瘦子他老婆也在，然后所有人的老婆，所有人类的老婆全部都在。然后向忠，我跟他说了，我让他去，他就是不去。邓海洋，你喝大，能不能别胡说八道了？没胡说八道啊，不是事实吗？反正这婚啊，我不离啊，我走了，走了。你上个厕所能不能把门关上？我关了，关上啊你！关了。哎，你这一直说，你就不能过来帮我关一下吗？闭嘴吧你！哎，说关不关？大姐，哎呀，哎，你看没？这就是什么呢？是一种人生啊的无奈，生活很累啊。我在这个家里呢，就是说一个关门，说关也没有人给我关，我连关门的这个都没有。到最后是什么呢？就是很没有面子，很难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生活太累了，关个就这样。钟儿，原来你老说爸妈小时候把你留农村的事儿，我呢就跟你说，不是爸妈的原因，是政策的原因。我今天听你说呢，我能明白你心里的感受。你需要爸爸妈妈，1对1的陪你、呵护你的时候，他们没有陪你。你回家以后呢，可能他们又关注了太多不该关注的事情，让你也很不舒服。所以在婚姻里面呢，你需要邓海洋关注你。我回头推给你一个律师，你先咨询一下。走了，哎，你慢点。小姐。你去深圳的话，舞台更大，建议跟高平商量，希望他理解。请进。老师，哎，打扰您。您要的材料我帮您整理好了，然后我觉得对您比较重要的地方，我都用有颜色的记号笔帮您标出来了，您看一下。还是你好，做事心挺细的。谢谢杨老师。杨老师，院里边留院的试讲大概会安排在什么时候啊？我想提前准备一下。快了。好，你别心急啊。哎。哦。哎，你的论文准备的怎么样了？哦，马上就完了，就差收入尾了。好好写。据我知道，院里好几个老师对你的论文期待值很高啊。我觉得大家和我的想法一样，最后谁能留院，最终看的还是科研能力。
明白。谢谢杨老师，您先忙着，我走了。谢谢杨老师。钟，你不要对我失望好不好？我真的，所有你说的那些东西，我全部都改。怎么样啊？腰还疼吗？没事了，还有点疼。给我吧。行了，自己来吧。别老拉着他喝酒了，您也少喝点。每天你也不做晚饭，就让他在外边这么吃啊？凭什么给他做饭？酒后吐真言，你没看出来呀？他呀，对你还是真有感情。这动不动就说改半天了，还不是这样啊？你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啊？啊？我找律师了，他要是不同意离婚，我就诉讼。谁让你找律师的？怎么不能找律师了？哎呀，向忠，你这个事情非要把大家搞得都难堪吗？干嘛呀？我离婚你难堪啊？行，你离婚我们都不难看，好了吧？干嘛去啊？来，你去干嘛呀？离婚。啊，你去。正常路过让他路过，你不要拦住了。正常路过让他路过，两个弄得吵架不好意思，没意思，对吧？晚上回家吃饭。我要喝汤。嗯。干嘛呀你？刚洗完澡。邓海洋，你想多了，想多了你，啊，不重要这事儿。我让你回来呢，是因为我不想让你赖着我爸妈。你说你有手有脚的，不知道点个外卖啊？你不是成天跟钱枫他们喝酒撸串吗？干嘛非得赖着我爸妈不放呢？哎，不是你是忘了？你忘了咱们单位的暗号就是你说喝汤就是我提出邀请，然后那个什么那个邓阳，这件事情已经不重要了。那怎么这很重要？这怎么不重要？它这太重要了！现在没有任何。不是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觉得重要的话，你找别人啊。哇，你现在这是揪着不放了，对不对？我不是挺会在网上跟人聊骚的吗？去聊啊，聊去啊。你要这样的话，我真出去了。去啊，没人拦着你去啊。我去了。
你怎么没睡？还在这儿看书？等你啊。等我？有什么重要的大事儿？柴静给我打电话了。升职的事儿，怎么没跟我说呢？因为还没想好，所以没跟你说。你的顾虑是什么？很多呀。爸妈老了，二姑年纪也大了，向中要离婚，向南要结婚，而且你也想留院啊。那如果呢？你的顾虑是爸妈是2个妹妹，那我没什么可说的。但如果你是担心我觉得大可不必。我怎么可能不考虑你呢？那如果是因为我留院这事儿影响了你升职，那你让爸妈怎么看我？那你让我以后怎么自处呢？我不就成了所有人眼里边拖你后腿的那个最自私的人了吗？我为什么要在意别人怎么看呢？对吧？因为我们2个人过日子，只要我们俩商量好就可以了。人嘛，很难免俗。我觉得我还是挺在乎的。可是你的人生规划，就是留在现在上海的这个研究院里面。对呀，但是我的人生规划里面有你，还有孩子们。所以呢，就是说，我不愿意你为了我放弃留院，你也不愿意我为了你放弃升职。那咱们2个人是不是再好好商量一下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？不用商量，听我的。你这次机会难得，再等一个这样的机会，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。既然来了，就好好抓住。向南那边也快成家了，对吧？妈妈那边她可以照顾着，可以分担你好多压力，去做你自己想做的事儿。那如果我真的去了深圳的话，你的工作怎么办呢？我们要2地分居吗？不会，我跟你走。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去找高平啊？谈的怎么样？什么谈的怎么样？你为什么去找他？你既然做不了决定，那我就只能帮你做个决定了。你这不是在帮我做决定，你这是在逼他做决定。他怎么可能跟你说不呢？你都去找他了。他如果真想留院，他怎么就不能说不呢？柴健，你是我的师傅，带我入行，咱们俩相处这么多年，你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但是朋友之间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边界感呢？我怎么考虑问题，我不需要别人帮我做决定。向前，我承认啊，我是管的有点多了，但是就像你说的，作为你的师傅，你的好朋友，我就是觉得你是不是应该为你的孩子们、你的父母多考虑考虑。咱先不讨论你的婚姻问题，当然我也没有资格讨论，咱就聊聊钱。高平，他养不了家，对吧？但是你跟他以后得要孩子吧，少说1个，多说2个，
那这3、4个孩子的教育抚养费，再加上3个老人，1年多少钱？你心里边肯定算过这笔账吧？就算是向南她嫁给了江宏斌，那你也不能拿江宏斌的钱去给老人养老吧？就算是高平留了院，他的工资再加上你的工资，你们俩人的工资，那将来的生活你觉得你应付得了吗？总公司市场部经理的职位，咱先不说配股啊，就说年薪，至少是你现在的2倍，对吧？我给你透个信儿啊，之前那个秦经理被人挖走，年薪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就为了未来300万的年薪，你现在是不是也应该努把力，争取一下，啊？我知道。这笔账呢，肯定在心里边，你也盘了很久了，所以你才这么纠结，才定不下来。下周呢，总公司会派人来进行流调，就你和孙英2个人2选1，好好准备准备啊。请84号马凯旋到1号诊室就诊。请84号马凯旋。哎呦，这孩子吓我一跳！你怎么跑医院来了？我那个眼睛嘛，眼睛处理一下，眼罩拿掉了，你看，啊，好了，好了，舒服多了啊，没问题。我是来看看同事。请85号兰芝到2号诊室就诊。请85号兰芝到2号诊室就诊。是我，最近老掉头发，来看看。别跟向忠说啊，也别跟你爸说。挺顺利，挺顺利。哎呀，好，哎呀，高平，留院的事怎么样？啊，还行。我进去看孩子。哎，好。哎呦，哎，来。哎呀，哟，怎么了？我腰疼。哎呀，爸，我要给你汇报一个事儿啊。说吧。我现在在争取升职，就是升职到总公司去做市场部主管，会给一点儿公司的配股，年薪比现在高不少吧？哟，不简单，祝贺你啊！但是呢，总公司在深圳，那你也得去深圳了。那升职了就得去啊。高平怎么办呢？我们一块儿去啊。哎呀，不容易。爸，我如果真去了深圳的话，就不能像现在这样3天2头的往家跑了。放心吧，我和你妈妈跑着看你去。哎呀，能找到高平啊，这是你的福分。做事情要多替人家想想啊。我不是一个人做的决定，我们都商量好几次了。
高平，黑色还是灰色？灰色。走了。啊。紧张？嗯。没问题的。去吧，等你好消息。快点。嗯，怎么回事？姐，硬盘好像坏了。不可能，你拔下来再插一下吧，那接口。哦。怎么还是没反应啊？你接着试啊。好。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。高平，我硬盘坏了，家里电脑里有原始文件，能帮我拷贝下送来吗？也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喂，哎，张姐，高平呢？啊，高平出去了，应该是送孩子去了。哦，好，没事儿。怎么样了？我正在联系高平想办法。都已经15分钟了，都是公司的人，再等下去不合适。他那个稍微出了点故障，需要解决一下，待会儿就过来。哎，来了。不好意思，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刚刚发生了一些意外，我的硬盘坏了，里面有我准备今天讲方案的3D 视频演示。那既然发生了意外，我就从意外开始讲吧。根据国际调研数据显示，2026年全国智能家居的市场规模就会突破2300亿美元，会在2030年超老龄社会到来之前，我们的公司就会在行业里面
有不可撼动的一席之地。谢谢。怎么样啊？就硬着头皮讲完了呗。硬盘怎么突然就坏了呢？我也觉得奇怪，这1个星期白忙活了。柴静怎么说的？还用柴静说啊？人家孙颖准备的比我充分，我那3D 演示没放，还让大家都等了10几分钟。这事儿怪我，我正好送孩子去幼儿园，没接着电话。后来我打过去的时候，你也没接。没事儿，行就行，不行，刚好咱也别纠结了。你继续准备留院，我继续做我的方案。我不说了啊，我老大来了。刚才老于他们几个跟我讨论了一下，你这材料各方面准备的呀，确实是不如孙颖充分。对不起啊，老大。但是，大家普遍都认为，不管是格局还是眼光，你都比孙颖更适合进入管理层。所以呢？所以你跟孙颖票数一样。那接下来呢，公司就说，看我意见喽。那你的意见是？我的意见你还用问吗？你想去，我马上签字啊。刚才老大说了，只要我愿意，就可以保我去深圳。好。我在医院看见你妈了，你妈掉头发，不让我告诉你。妈，哎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去哪儿啊？不是买点菜啊，晚上给你爸拌点马兰头吃。前2天是不是去医院了？海洋跟你说的，我都嘱咐了，让他别跟你说。为什么不跟我说呀？那医生怎么说呀？我就是有点掉头发。掉头发怎么就不能说了？我怀疑要是在你二姑那染头发给我染坏了，没敢告诉你爸，我怕他一知道又该挖苦我了。真没事儿啊？应该没事儿吧？你吓我一跳！有什么事瞒着我呢？嗯？哎，老夏，又来找茵茵了。向志英，向志英，你又在搞什么？干嘛？干嘛？
你给小兰染头发我就忍了，你用的都是什么伪劣产品呢？给她，你胡说八道！你在这儿，我什么时候用伪劣产品呢？她现在为什么大把大把的掉头发？我怎么知道？不是你有毛病啊！她大把大把掉头发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跟她用的是一款啊。来，你看我头发，来，你用手这里，我掉了吗？哎，我掉了吗？那她为什么掉头发？我怎么知道？这就是你买的东西，就拿这个东西染头发吗？你查。我查什么？上面写什么我也看不到。你说不定她自己得了什么毛病呢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哎，向芷娟，你忘了，那个你们单位那个老叶，原来他老婆不就这样吗？老掉头发的，后来跑到医院里面一查是癌症。我告诉你，向志英，就你这个嘴里说不出一点好话的。芷娟，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自己你自己想想，你动动脑子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真的要带他去检查一下。你别抠门，这次啊，要到大医院去，你知道吧？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神经病！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哎，老向，下一盘，臭气老子自己下吧。你这污染环境，天天放烟，你在这里，神经病！去医院检查也不告诉我。明天我带你去上海医院检查检查。大医院我们也报不上号啊。有我会想办法的。你又得找孩子们。向忠现在闹离婚，心情本来就不好。向南那准备结婚，那么多事情；向前那准备升职，又弄2个孩子，孩子都挺忙的，别打扰他们。嗨，这人的这个寿命都是有限的。就是时间到了呗，没事儿。你别胡思乱想，说点什么呢？真是。没事儿，你别着急。有我呢，别怕，不会有什么事儿的。我不怕，我就是担心你。你好我就好，我能有什么事？妈，我给你换了一个那个新的不一样的那防脱发的洗发水啊，我放在卫生间里了啊。我这儿给你定做了2床丝棉被，深圳那边热。太厚的用不上，这个就可以了。妈，你这操心操的，现在这被哪都能买，买的哪有定做的质量好啊？你看看这个，什么时候走呀？等高平从香港回来吧，看看他那儿面试是什么结果。哎呦，看看你二姑吧，这疯疯癫癫的。这视频看到了吧？我二姑出去玩去了，疯了。怎么不告诉我呀？真是不讲究。你瞧瞧，我问问他。这一群疯子，也不他一个人。哎，向前你回家啦？二姑，你出去玩了？你怎么提前？你现在你都不告诉我了？那个，你妈妈不是说吗？说你最近要升职了，说你特别忙，对吧？你们这去哪儿啊？我们是去云南我们到少数民族去转转。那你注意安全啊，注意安全，别乱买东西啊。对了，那个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妈妈那个，我妈那不在那儿呢吗？我没事儿啊。小芝，我跟你说啊，我这儿查了一下啊，所有烫头发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掉头发的啊。快挂了吧，没事儿。哎呀。你必须叫那个向志军带你到医院去好好检查检查，你知道吧？你闭嘴吧，大骗子！小兰，怎么了？哟，小兰，哎妈，你看看你妈妈怎么了？哎。
江湖兵安排的。啊？妈呢？睡着了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头部 CT 做了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心脏监测也上了，说这2天再做一个全面点的检查。医生还建议做一个心理方面的评估，看看到底什么情况。反正就是突然晕倒了。妈掉头发去医院，你不是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怎么不告诉我呀？还不是怕影响你升职，耽误你的大好前途呗。总有一些会失去，再也想不起。断断续续的消息，然后忘记。谁还能面对生活给你的勇气？是低头或昂着首，都要在一起。他依稀也风清凉，不带走一丝悲伤。那些夜晚归白月光，也会有人思量。他一路星辰大海，穿越过草上，一段熟悉，一段陌生，都是萍水相逢。在午夜流光中追问过平常，我也是两手空空，怎样过幸福？那夜的星星一盏灯，2个人守望，过一段爱已从生，只为能四目相送。在午夜流光中追问过平常，我已是两手空空，怎样过幸福？那夜的星星一